这天的行程我们排了永平寺和一城谷。由于大众运输的动线不太方便，即便直达巴士一天有6班，若要加跑一城谷，仍得回福井站转乘。为了节省时间，我们选择自驾。永平寺周边设有几处收费停车场，采进场取票、离场自助缴费的模式。不过入口标示需要仔细辨认。我们当时因为不确定进出口方向，在附近绕了一阵子，才顺利把车停好。永平寺参道旁边有观光案内所，里面的服务人员英文不错。如果需要去厕所，这里也有。观光案内所对面的停车场比较便宜，但是没有看到机器。不会日文的我们怕不会付钱，所以还是停有机器的比较安心。参道入口有一家价钱不菲的清禅旅宿，方便修行。旁边有一条小河，沿着小河走，经过邮局，就会走到永平寺。这天大概有看到2团的团客，因为是日本人，所以怀疑是不是员工旅行，就像教会去退休会一样。永平寺是日本曹洞宗2大本山之一，全名是吉祥山永平寺。大本山的意思是有统管宗派下所有分寺的权利，并保存着创办人的遗骸、遗物和最初的教义手稿，也负责管理全日本该宗派的僧籍、住持的任命和重要声明发布。道元禅师被视为是日本曹洞宗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著作和遗物也被收藏在这里的琉璃圣宝阁。道元禅师于1244年创立永平寺，他出身镰仓时代的京都，14岁到比叡山出家，但当时的比叡山和当权者关系密切，修行僧侣也掺杂世俗名利。24岁时便失望地离开，去寻找真正的佛法，于是来到了中国，最后在天童寺如镜禅师门下学佛修行，习得释迦牟尼佛教导的正传佛法。回到日本后带回了坐禅，但在比叡山僧侣的压力和武将波多野义重的邀请，离开了京都，由波多野义重出资在领地越前建立了永平寺，意为永恒和平之寺。道元禅师的著作阐述了坐禅的重要和方法，认为坐禅才是真正的修行，并达到身心脱落的境界。他所主张的止观打坐和当时佛教界置身于政治中心和派系斗争很不同。他到越前建立永平寺，也是为了遵循如镜禅师的教导，在深山和幽静的山谷中生活，守护佛陀和师祖的教诲。因此永平寺一直遵循严谨的禅修方式，远离俗世。永平寺的参观从通用门开始，进去后左手边是售票口，费用是日币700，进入室内要换拖鞋。正式参观前会有一个立牌说明参拜礼仪，最需要被提醒的应该就是要注意不要拍到僧侣。散松阁建立于1930年，作为永平寺的接待大厅，1楼是给参拜者的空间，2楼因为会天井而出名。天花板有144位昭和初期著名的日本画家所完成的230幅画作。当天现场还有一些书法作品展览，走道和内间都有。永平寺虽然过去因为不同时期的火灾，建筑物都重建过，但有好几个都被归在重要文化财。中阙门于1852年重建，山门则是现存最古老的建筑，建于1747年，是正式入口。僧侣只有在修行开始和结束才会经过这里。永平寺的回廊连接着七堂伽蓝，这里是僧侣坐务的一部分，每天都会跪在地上擦拭。回廊也提供了遮蔽，尽管天气不佳，也不影响修行。七堂伽蓝指的是法堂、佛殿、僧堂、库院、山门、东司和浴室，是僧侣修行的场所。其中僧堂、东司和浴室合称为三末道场，修行时严禁交谈，
目前大约有150到200名僧侣。城阳殿可说是曹洞宗的发祥地和圣地，因为供奉着道元禅师的遗骨。城阳二字是明治天皇赐给道元禅师的谥号，有承接并传递佛法的意思。里面不能拍照，所以只拍了外面的香炉。法堂位于最高处，是住持讲解佛法的道场，修建于江户末期1842年，是七堂伽蓝中最大的建筑。正中央挂着金光闪闪的天盖，供奉圣观世音菩萨。这里的窗户还维持着江户时代的木锁。大库院是一座地下1层、地上4层的建筑，靠近地面的小铁窗是通风口。这里是管理膳食的地方，是修行的一部分，由僧侣轮流预备。我们碰巧遇到敲云板的时刻，才知道这一片的功能，应该是吃饭时间到了，不过也有紧急情况的通知功能。浴室是三末道场之一，不只是洁净身体，而是清净身心的一种修行，并维护原样，为后面的使用者着想。Steve Jobs 受日本禅宗影响，年轻时甚至想来永平寺出家，成为一名僧侣，但没有成功。不过他创立的苹果设计却深受禅宗影响。可惜的是，在他过世前都没有来到永平寺，直到2022年 Tim Cook 才代为参访这个 Steve Jobs 生前最向往的地方。离开永平寺，先去义成谷附近的休息站买一些零食当中餐，因为太热了，实在吃不下。这个休息站很小，但里面有一些当地小商家自产的特产，还是很容易不小心破费。上次我自己来义成谷时，因为中了流感，在头脑不清楚的状况下坐错公车，没有来到复原町病，只去到博物馆，所以这次就先冲到这里。复原町病是城下町复原的地方，所以可以看见当时人生活的样貌。门票部分，博物馆和复原町病可以分开买，但是一起买的票价现场才有显示。入口进来最先看到的是复原五家屋夫，门是2柱带有屋顶的洞门，可以看出这是终极武士的居所。庭院有井，旁边还复原当时的厕所，但只能观赏，不能使用。义成谷这里的厕所在考古上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保存完好，加上自然科学的验证，可以看出饮食习惯，甚至还透过虫卵种类看出当时的人偏好海鱼而非淡水鱼，了解当时是否有流行的传染病和卫生状况。而且厕所的发现也看出当时已具有良好的排水系统，这时的蹲式马桶已经和现代的很相近。这是日本目前考古出最古老的金井，有遮住重要部位的意思，也可以防止排泄物溅出。进到主店，有一个阿伯在那里当志工，认真的跟我们介绍，结果发现我们2个完全不会日文，但还是努力用他仅有的单字来解释。他告诉我们，上面的武士刀是按照真实的大小展示的。后来我查才知道，这是当时招仓家臣，也是战国时代著名的武士真柄直龙使用的大太刀。据说它力大无穷，身高有210公分。战亡于1570年织田氏和招仓氏在晋江国的紫川河战。珍品收藏在热田神宫，是现存最大的日本刀。右边的盔甲是勾江氏从招仓义景得到的赏赐。勾江长氏在父亲长义战亡后，带着这个盔甲投降。儿子长琴在成为流浪武士后，仍带着他作为传家宝，成为锦衣家的家臣彦根藩士。后代捐给金津町，现为芦原氏指定文化财。义成谷考古出日本最古老的将旗，出土174枚，其中包含最象，是古代将旗中的旗子之一，已在现代将旗中消失，证明在战国时代末期，义成谷流行的将旗和现代将旗不同，并在北陆地区的武士和文人间盛行。城下町在道路设计上刻意不使用直线，而是带有弧度的弯曲设计，特别是从南侧进入城下町时，视线会被弯曲的道路遮蔽，
形成所谓的远见遮断功能。相反的，从北侧往外看，却能清晰掌握入口动态，在军事防御上极具优势。此外，一城谷坐落于狭长的谷地，地理环境本就易守难攻，这正是为何当年织田信长并未选择强攻，而是设法诱使朝仓义景出兵支援前景长政。信长趁朝仓军撤回一城谷的途中，发动猛烈追击，一路削弱其兵力，直到义景身边仅剩约10名亲信。最终，织田大军攻入谷内，并放火焚城，才彻底瓦解了称霸一时的朝仓氏。在城下町，从高阶武士的武家屋夫到平民居住的町屋，几乎每户都有水井，而且有先进的厕所和排水系统。其中一户人家里展示了一些工具，查了才知道，这是当时在建造复原町并的时候使用的工具。N 是古时候使用的器具，现在已经没有再使用了，但为了重现一城谷当时建筑的特色，工匠特地使用当时的器具来建造，才有那种独特的刻痕的感觉。果然是只有日本人做得出来。复原町并还有提供战国时代的着装体验，但不知道是不是每天都有。朝仓氏在平安时代定居在淡马国，就是今日的兵库县养父市。到了南北朝时代，因效力斯波高经而发迹。1337年一起来到越前，开始以黑丸城为据点，在越前站稳势力。后来在长鹿合战并整顿家族后，将据点转移到一城谷。1467年，京都爆发应仁之乱，因朝仓孝景所辅佐的斯波义廉是西军领导者山明宗全的外孙，所以属于西军。又因朝仓孝景表现英勇，让代表幕府的东居感到惦记，于是开始对朝仓孝景进行策反。1471年，幕府同意孝景同等越前守护职权限的条件，朝仓孝景倒戈东军，放逐了原本的领主斯波氏，并逐出甲斐氏，最后成为越前的新霸主和战国的大名，也在此时迁都至一城谷。朝仓孝景制定的朝仓明景17条是最早的战国分国法之一，定出城下町选拔人才和招募家臣的办法，还包含很多先进的思想，例如战时不应为了挑吉日或方位而浪费时机，人员任命应以能力和忠诚度挑选，而不是靠血统。应仁之乱持续了10年，许多京都被波及的贵族和文人在朝仓家族统治的时期陆续来到了一城谷。据说明智光秀也在这里隐居过。室町幕府第10代将军足利义才流亡时曾到这里接受庇护。这些文人贵族也带来了京都的文化，例如茶道、和歌等，使得一城谷文化蓬勃发展。因为局势趋于稳定，在商业和经济也发展起来，透过三国和敦贺等港口发展贸易，出土的文物还有当时最高级的中国瓷器和威尼斯玻璃等奢侈品。朝仓氏一共历经5代，统治长达103年。一城谷常被说成是日本的庞贝城。1573年，在织田信长击败朝仓义景，放火将一城谷烧了3天3夜后，并没有接管这里，而是将重心放到比较容易扩张的北之庄城，今福井市中心。当地居民则是直接把这片荒废地覆盖泥土变成农地，之后都没有再被开发。所以当1967年开始挖掘，才发现这里竟然将当时的城市完整的保留下来，包括排水系统、石墙基座、厨房、炉灶、厕所等，是日本唯一完美保留的战国时代城下町。1971年，连同周边278万平方米被认定为国家特别史迹，是战国控的好去处。一城谷有4座庭院被指定为日本国家特别名胜，包含周防馆基庭园、汤殿基庭园、朝仓馆基庭园、南阳四基庭园。其中汤殿基庭园是一城谷最古老的庭园，而朝仓馆基庭园则是挖掘出日本最古老的花坛。可惜突然下起大雨，没有机会参观庭园。堂门据说是丰臣秀吉为了纪念朝仓氏所捐赠，但现在看到的则是江户时代中期重建的。往内走就是朝仓义景的墓。
我一直觉得义成谷和平泉寺白山神社要安排在同一个行程一起拜访，因为分别作为当时的政治和宗教的中心，一起经历辉煌，却也一起经历衰败和灭亡，令人唏嘘。